爸妈，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呢提倡的是法治，国家都要依法治理，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万家庄了。我觉得这个官司呢，咱们该打就打，打赢这一回，以后万善堂做事情就会收敛一些了。哎，那咋说他也是万家庄的书记哎。妈，万善堂这种家长式的做法，迟早会被淘汰的。哎呀，孩子，你说话说的容易啊，那万书记在万家庄，那就代表政府，咱跟政府打官司，那以后咋办呢？爸，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，无非呢，我们就是换一个方法而已，谁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这咱们和村里闹起来，我之后在集团咋干啊？该咋干咋干，咱是被人欺负，又不是欺负别人，怕啥？嫂子，你不懂，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我又不是一太空人，我有啥不懂的？无非就是一些势力也冷落你、孤立你呗。这些人根本就不值得理。要是公司或者是领导是刁难你，大不了辞职就不干了。咱年纪轻轻的，到哪不是活得敞亮？哎，静芝啊，咱家你学问最大，这事儿你可得把稳了。放心吧，妈，关涛呢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个非常好的律师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幸运的吗？如果他们俩咱们都信不过，你觉得咱们还能信谁呢？哎，那倒也是，是吧，爸妈？你看幸芝也这么说了，要不然咱们就这么定吧，上法庭。清远来，抱着。师兄，我要不还是带你去镇上宾馆住吧，我家的条件真是不太好。哎呦，没关系的，那阿姨都忙活半天了，我要不在这儿住，那阿姨不是白辛苦了吗？就是。再说了，你姐那边明天就有信儿了，我住这儿离得近呀，方便。就是啊，那吴律师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啊。哎呦，阿姨您别这么说，这儿特别好。还有那个，我姓关。关头，瞧瞧我这记性。那关律师，那就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你也早点睡。嗯，那师兄你早点休息吧，然后有事叫我啊。应该不会有事。晚安。啊，晚安。嗯。怎么样？昨天商量出来怎么做决定了吗？关律师，昨晚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我们觉得这官司还是要打。还打。不打，不也没别的办法吗？那行，我们准备了委托代理协议，你们看一下，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就在最后一页的甲方空白处签个字吧。我家幸福能担大事儿，明事理，他签。哦。姐，不是，我姐只是您家儿媳妇儿，她来签的话合适吗？合适，她现在是我们王家的当家的。我觉得还是姐夫签更合适一点。不折，我们王家都是女人当家。啊，对，这事儿来龙去脉我最清楚，我来签，签字啊。对，这儿。还有一件事啊，我听说在谈土地补偿的过程中，庆来被踢，还住了院，是吧？那倒没事啊，那个现在都正常了，也都好了。庆来被踢的这个事件，我们也还是要提起诉讼，这样呢，有利于在土地赔偿的过程当中占有主动，对方呢会做出更多的让步。哎，关律师，那你的意思是可以让他们多赔钱？那就够，一块儿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哎，庆来，你看病的病历单据，包括拍的片子都还在吗？都在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再签一份协议。就是关于庆来人身伤害的。这个就得是我姐夫自己签了。行，行。哦，是这样啊，一个案子最低的价格是2000块钱，再加上庆来的官司，2个案子加一块呢是4000块钱。你看看你们是转账呢，还是给现金啊？4000啊？对，不，你们都什么都没干呢，就先收4000块钱？
那个太多了吧钱，便宜点儿。婶儿，叔，这其实整个的诉讼过程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，从时间就很长，然后再到我们要去收集证据，然后把这些材料交到法庭，再去分析对方的这个答辩思路，然后再准备最后开庭的材料，所以其实这已经是最低收费了。我们如果是在城里的话，一般这个费用，如果我们所来打这种财产类的案子，都是要按诉讼标的额的比例来收费的。关律师说的，真的已经是最省钱的方法了。妈，打官司咋能不花钱呢？你想想，是这4000块钱多，还是那几万块钱多？桂枝，你出来一下。他们这都是专门来挣熟人钱的，咱不用他，找一个不会挣钱来的。不会挣钱，人家为啥？还怕他不挣咱钱呢？挣了钱给咱办事儿啊！再说，幸福他妹子也在，他能不帮他？就用他们。关律师，咱们乡下人打官司是大事儿，您别笑啊。我没事的，当律师的，主要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。关律师啊，太辛苦了，感谢谢谢。就这钱的事儿，我们农村人钱都不放屋里头，都放信用社，还是个死期，也快到日子了，到日子再给你，可行啊？哎，那要不嘛？哎，那个幸福，没关系的。阿姨啊，就照您说的办。哎呦，太谢谢了，太不好意思了，谢谢谢谢，你快坐快坐。行。姐，你说他家人咋这样？打个官司跟代理费都不情不愿的。我是你妹子，这当然没什么，可人家关律师凭啥呀？关律师，对不住啊。我公公婆婆他们对于钱还是比较谨慎，但是您放心，该给您的我们一定会给，不会让你们为难的。没事儿，钱都是小事儿。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没有下决心呢。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这个案子进入到诉讼程序的时候，万一当事人反悔变卦，那就会比较复杂。我的建议是呢，你们最好再统一一下意见。现在这个案子如果不打的话，也还来得及。那这哪能不打呀？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不打也不成了呀。行，那我们会努力的。你回去吧，我们走了。行，走了。关律师，你们慢走啊。好。来。喂，你好。有2个案子我们想立案，谢谢。好。你这2个案子，按照涉及财产金额来算的话，第一个案子的诉讼费是4100元，人身伤害这个案子诉讼费是50元。哎呀，真是。哎，你看你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哎呀呀，毛毛躁躁的，咋了？你说我这心里怎么这么别扭呢？啊，这官司还没打呢，钱还没要回来呢，这怎么又要贴4000块钱呢？我心里越琢磨越不舒服。爸，您要是想不通，不想打了，咱就不打了，也没人勉强咱们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官司不打，那钱要不回来呀。那您可想好了，现在说不打还来得及，那回头官司打起来，那再撤就麻烦了。我就觉得吧，太贵了。原本咱们只打1个官司，是不是？这关律师又撺掇着再打1个，近来这官司是关律师提出来要打的，这干嘛让我们掏钱呢？那怎么说是人家要打呢？人家打也是为了咱呀。那关律师不是说了，2个官司一起打，是有利于赔偿金数目的协商。问题是官司打输了呢，
是不是还得再赔2000块钱？那青来，这事你是当事人，要不你拿个主意，省得你爸这老犯病在这儿。我无所谓，我现在也不疼了，也好的差不多了。要不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呗。你得拿个主意啊，这是你的事儿，你得表个态。我是觉得，因为这个事情把这个万书记告了，以后再跟他见面，他会不会生气？他说的对，土地的事儿，咱是跟集团打，是公事儿。要是庆来把万书记给告了，这就结了私仇了，咱不能这么干。怎么说，我跟万书记这都几10年了，是不是？都是老伙计了。幸福啊，你给关律师打个电话，就说庆来这官司，我们不打了。那另一个官司还打吗？那个得打，那个肯定得打。那行，那我去跟关律师说。哎，幸福，待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给关律师说一声，庆来的官司我们不打了，那我们只欠他2000块钱。啊，行，那我打电话跟他说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兄，都没收着代理费，还让你在这代交诉讼费。帮当事人暂时垫付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哎喂，幸福啊，关律师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在立案呢。哦，那个青来的案子不起诉了。啊？什么？你们确定吗？对，我们确定不告了。那行，那我尊重你们的意见，那我就撤了啊。行，那就这样。撤了，不告了？你姐说，你姐夫那个案子，他们决定不打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那个我们钱交多了，就是第2个那个人身伤害的案子，我们不打了。啊？不打了？哟，可是我已经把资料输入到电脑里了。你们诉讼费交了，就正式立案了。如果你们不打的话，那只有做撤诉处理了，那这钱就不能退你们了。那就这样吧。啊，那你们收据拿了吗？哦，这边。啊，谢谢。没事。谢谢啊。好，不用谢。谢谢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什么事啊？刚才法院送来一张传票，怎么？咱们和王家那块地的官司要开庭了，所以啊，你作为这个集团的法定代表人，需要出庭啊。可真成了被告了。看见了吧？啊，我爸拼死拼活为万家庄拼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把自己拼成被告了。不用理他，告诉我忙，去不了。他王家有本事，就让法院来拘我。哎，万书记，我觉得吧，这件事儿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呐。你看有没有必要咱们先跟县里的领导打个招呼？毕竟咱也是为了万家庄的发展和集体的利益嘛。让领导先过问一下，有备无患嘛。没有必要，我就不信我们能输。我们要真输了，我这个书记还真不干了。毕竟是上法庭，反正呢，村委会和集团都得有人出席，要不然我和传家去。行，那就你们俩去吧，听听法官怎么说。哦，把那个胡律师也叫上。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挣钱，什么也干不成。进。大家，你找我啊？坐。就还是老王家那块地的事儿，他们把咱给告了，听说了吧？我知道啊。有把握吗？这官司啊，10有8九，咱们得输。什么？凭什么呀？他们家征地补偿协议都签了。明明是他们无理取闹，上了法庭了，跟村子里边咱们集团不一样了，那有个程序呢，不是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是吧？
得讲法律是吧？看证据的。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啊，反正就是我现在的工期耽误不得。那简单呀，那花钱消灾呗，没多少钱，给他们就完了。放你的屁！我没给钱吗？我给了2回了，是他们没完没了的。啊，怎么着，什么事儿都让我花钱解决？我要你干嘛使的呀？要钱不给，你是律师，这事儿你想办法。不是，我又不是法官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老胡，你那律师证是自己考的吗？不是你这平时吃喝玩乐你挺勤快，怎么说到出庭打官司你那么不想去呢？啊？我就2点要求：第一，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了；第二，我的工期绝对不能耽误。这事儿你能办就办，不能办就滚蛋。行，你生啥气呀？我这儿倒有个办法。凡事啊，咱们得逆向思维。咱们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只给。原告、被告，你们的情况呢？法庭已经了解了。现在法庭再次主持协调，请问双方是否有协调意愿？我要是愿意协调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啊！征地是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，他们就应该舍小家为大家。凭啥呀？你说舍小家就舍小家，那是我家，你咋不舍你家呢？审判长，我们曾经经历了要求个体为了集体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。现在社会在发展，我们的党和政府都越来越注意保障个人权利，所以在2002年通过，并在2013年实施了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，这是为了维护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所以呢，被告的说法，原告无法接受。你们不接受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收地这事儿啊，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啊，他们协议都签了，钱都给了，还给了不止1次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搞来搞去就搞到这儿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早知道今天，那当时早干嘛了？会长没答应啊。我们后来已经改了呀，并且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就是因为老蔡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而且他们还把我们土地给损坏了，这钱你们得赔。你们要是不赔，这地我们就不出让了，我们就该种菜种菜。你们爱上哪儿盖房子去，上哪儿盖房子去。哎，你们强征地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法官，你早就该敲他啊！你听见了吧？他自己说的是后来又改了，是因为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对吧？一次次的要钱，一次次的要钱，没完没了的，这叫欲壑难填，知道吗？欲壑难填，我他妈越说越生气。哎，就他们老王家在万家庄，万家人对他们家怎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清楚吧？怎么着这白米干饭还养出狼来了？就对这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人，咱们还跟他们闲扯什么呀？你看，法官，我非常非常的理解你，大家都挺忙的啊，你就该怎么判怎么判，想怎么判怎么判，判。我们有理反照，该怎么判怎么判。刑罚，法官没问你，你不要说话。哦。我方提醒法庭注意，被告既不提出证据，也不郑重辩论，还言出不逊，这表现了被告方这货是哪儿对法庭的蔑视以及对法官的不尊重。被告方的这种态度，应该在裁决中予以考虑。法官同志，村里为建厂征王家的地也是迫不得已，原因给大家解释过了，而且也做了相应的补偿。关于他们说的6万块钱的事，理由并不充分，我方并不认同。其次，他们提到的施工毁掉大棚的事儿，因为集团一再口头告知他们尽快清除地上物，他们拒不执行。我方认为责任也在原告方。希望王家以全体村民的利益为主，支持村里的工作。如果王家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，那就只能请法庭判了。听见了啊！这叫律师啊，说话有理有据的。那人说话都不张嘴，还当律师的，太逗了。法官，赶紧判。判就判，我们有理，我们怕谁啊？
地进来呀！快！咱家的地没了！怎么了？进来，快！咱家的地没了！你快进来！地没了！地没了！这是我爸妈。那个法官，怎么了啊？法官大人，你得给我！怎么了嘛？这到底怎么了？法警，法警，先带出去，先带出去。地怎么没了？先带出去。快去吧。法官，这原告都走了，咱还聊吗？休庭吧。你赶快去看看。不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地没了，地让他们给毁了。怎么毁了呀？推土机、铲土机都到了，都给铲了。但我的菜，我种的菜呢？你的菜呢？地都没了，哪有你的菜呀？挖了这么大一坑啊，都开始打地基了，快去看看吧。那法庭还没判呢，他凭啥铲咱家地呀？我去找他们去。幸福，现在休庭了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对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家，相信我，我来处理。关律师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星月，走，我们去现场看看。先回去啊。老李，下班了还不撤啊？好，马上走。我先走了啊。好嘞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啊。我可不缺别人惦记。坐。你看看你，你想我准备好事儿啊？公安警惕性又来了啊，没劲。准是为万家庄那个案子来的吧？一猜就中，找对人了。怎么了？我听说庭上挺热闹啊。你少在这说风凉话啊！哎呀，这没办法，农村就是这样。这公检法本来就得事无巨细，只要能把事儿解决了就行了。哎，我这回找你来啊，我是希望你能帮忙在中间做工作。你看这个万家庄，本来就是你的辖区，那万善堂也是你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了，这事儿你去核实。这回啊，估计你失算了。那工作呀，我都去做了，可不管用啊。要不这事儿能闹到你那儿吗？就为了这，善堂跟我好大的不愉快。这多少天了，也不招呼我。要我说呢，公事公办吧。这该咋办咋办，这大家都省心了啊。你当我不想啊？这案子看起来简单，真闹到这一步了，真不好办了。最好是双方能达成和解。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不干我事了，我该下班了啊。这是，走了，下班了，说走就走啊？那下班了不走啊？那吃个饭行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吃，不吃饭，不吃饭，不吃饭。今天必须得吃，必须。我请你，你必须。哎呀，不吃饭。您的菜齐了。谢谢。说好了，咱俩今天 AA 制啊。干嘛呀？请你吃个饭有不犯纪律啊？不，AA 啊，省得我吃你嘴短。这案子其实本身并不复杂，按道理来说呢，双方都有理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他把人家地给人家推了，菜也给人家毁了，而且动工之前也没通知人家，结果现在搞得王家不接受条件了。要说硬按法律来判吧，也不是不能判，但是很有可能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，还因此两家结了仇了。你说这也不是咱工作的目的，对吧？叔叔阿姨啊，你们放心，村里越是这样呢，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可说我们那个大棚都给推了呀，那全都是我们的东西啊。地不说了，那全都是钱啊，我以后得花钱买这些东西。刚才我跟幸运呢已经拍照取证了，谁犯的错误就一定要付出代价，我们会争取帮您把所有的损失都要回来。真的。
谢谢你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请对人了，是吧？关律师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我们已经上了法庭了，这正商量着呢，他们干嘛还要这么做？我估计呢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他们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因为双方呢已经产生了争执，我们在立案诉讼的请求当中，按照你的意思呢，加入了判令被告必须马上停止收回原告承包土地、承包经营权的行为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土地诉讼官司啊，耗时会比较长，可能他们的工地在施工的时候呢，又受到了干扰。那即使是这样，他们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，一定要付出代价。那我们这个官司能打赢？现在呢，只能说我们更有希望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去跟主审法官好好的聊一下。谢谢。哎，李公安，李公安好。好。上次推地的事儿不是停下来了吗？谁让你又派施工队进去的？这么干影响有多坏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家就得说我们集团仗势欺人、强拆。这事儿你还真怪不着我，你是想把什么事都码圆了，让人都说你好，好书记、好领导、好董事长、好爹，可你这些搁一块儿，他就实现不了。咱们现在项目推进的多快啊！这事儿一旦闹上了法庭，麻烦事儿多，周期又长。法庭要再万一给咱们一点不利的判决，那这块地咱就收不回来了。那咱上哪儿再找一块地去建那么个污水厂啊？啊？那你说，你真到那个时候，集团损失就更大了。小梁啊，这事你也知道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行了，你别你的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爸，这叫既定事实。万家集团这么做就是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他们这是无视法律的尊严。找你们二位过来呢，其实就是想着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一做王家的工作，说服原告让步。凭什么呀？被告违法让原告让步，法官同志，你还敢自称是法律人吗？我当然敢啊！我为什么不敢啊？而且我问心无愧啊！关涛，咱们都是法律人，而且我们更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法律人，我们肩负的是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责任。你先别着急啊！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。现在，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，对于这个案子，我们也是格外的重视，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个实际情况摆在我们面前，法院没法判。你说要拆除他们已经在建的这个污水厂啊，别看就是那么一块小小的菜地，那直接影响到的是市里的重点项目保健品厂、万家集团的转型。往大了一点说，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市里乃至省里的经济建设。但是被告也太有恃无恐了吧？那法律的尊严不用维护了？这当然要维护，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你甭管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工了，保健品厂、污水厂，是不是必须要建？这是关乎到万家庄全体村民的大事，这事咱也得考虑。这样一来呢，法院起码不会判让那块土地恢复原样了，因为那样的成本跟代价就更大了，是不是？再者说，咱手里好歹有一份征地协议。这么干不算一点道理都没有啊！你现在不就是那大棚跟地里的东西吗？赔就是了，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啊？是钱的事吗？这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啊？我这也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啊。
为集团利益着想，也不能不顾影响，胆大妄为。你说胡律师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你怎么就给船家出这种馊主意？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自己跟没脑子似的。对付这种得寸进尺的人，就不能给他们好脸。我一开始听你的了，我跟他们好好说了，结果呢，把咱给告了。那怎么着？要一次钱给一次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咱们集团以后再需要村里配合干点什么事，谁配合你啊？都来这一套，就得给他们点厉害瞧瞧。行，都出去。那这个事儿，我再想想。行。那吴法官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你接着说。关涛，你也是法律人，你也应该明白，有的时候吧，妥协也是一门法律的艺术。的确，就这个案子，从法律条文上来讲，是非非常鲜明，很容易。但是你法律条文，你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状吧？那吴法官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地方经济的建设，我们不能阻止，但是人民的权益，我们也必须要维护。我是想着，能不能就目前的情况，我们从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来进行协商，最好是能达成一致。好，协商我没意见。但是开庭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总要论个是非曲直吧？法律不能助长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吧？是非曲直固然很重要，但是解决问题才是咱们要做的，你说呢？袁来。哎呦，我兄弟来了！来，敲什么门呐？哎，想坐哪儿？行，坐吧。看看，2天见不着我就想我了吧？我还真不是想你，我是来求你的。行，拉倒吧，咱俩啊用不着说这个字儿啊。要是你个人的事情，怎么都好办；其他的事情，您免开尊口。老李啊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不就是为了昨天把王有德家地推了的事儿来的吧？山堂，你说王家过去在村里挨欺负，一直是你护着他们，这回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说你收了人家的地，踢了人家的人，还不给人家赔偿，现在没等判，就把人家地给推了，你这是往死路上逼人家呀！谁让他们招呼也不打就找律师告集体？我要不压他们的念头，那别人跟着起哄，我怎么办？他们家有特殊情况，谁的情况不特殊？不是，那你也应该好好跟人家说呀！你强推人家的地干嘛呀？对，这件事情啊，船家他们做的确实是不对。刚才我也把他们都给骂了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船家心急，这是为了集体利益，集体发展好了，整个万家庄都受益，包括他老王家啊！我这给他点教训也没什么。那现在咋办？你就不打算管了？那不至于，那我还真成了土匪了。是这样，他们家的损失，集团负责赔偿，同时，他们与经销商的6万块钱我也认了，然后我再想办法从集体的土地上找一块地补偿他。但是有个前提，他们不能再阻碍施工。你看，我就跟他们说，这个万董事长呢，人霸道点儿，但是他是个讲理的人，他不会胡来的。你看，这吴法官呢，还担心没法跟你沟通，我觉得他多虑了。他一点都不多虑，他来了我都不见他，我有律师。这也就是你来了啊，我不能拿我兄弟的事不当回事吧？那这么着，他们能满意吗？那你都这么爽快了，他们肯定没问题啊。那我有问题。这件事情啊，是双方商量
协商解决，对吧？公平协商，我可不能当被告。人家告的是集团，不是你个人。一样，咱这个项目是集团发展的重要项目，啊，也是市县的明星项目，不能一开头就背上这样的名声。他们先撤诉，我再安排。行，就这么定啊！哎，等会儿，上回生气了，没拿这茶叶，我给你拿上。哎呀，算了，别，给我这搁哪儿去了？那行，回头再给你吧。来，我送送你。等会儿，一会儿再聊聊。我觉得单堂说的是可信的。一开始咱们不就是为点钱吗？现在问题解决了，也就没事了，对吧？李叔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是因为我们要告他们，所以他们才好好来谈的。那之前他们推三阻四的，要不是为这，庆来也不至于受伤，我公公也不至于吐血。反正现在也已经开庭了，那不如就拿到法庭上，当着法官的面一块儿说。那咱们这私底下说悄悄话，那回头我们撤诉了，他们不认了，咋办？我们跟吴法官谈着呢，怎么突然叫我们回来了？李公安也是吴法官请来的。坐。坐。李警官，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了，都已经开庭了，您就不需要再来劝幸福他们了。年轻人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法律啊，绝对是个好东西，可是，在咱们农村呢，可不是用法律这把尺子量一量就能量出长短来的。如果您不是一个警察，您说这样的话我能理解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也是搞法律的，在明知道我的当事人已经委托了律师的情况下，您再私下来找他们，这不合适。方律师啊，咱们俩没关系，我只和有德一家有关系。啊，那这样，有德大哥，单堂的意思，我也跟你说了，啊，这律师也在这儿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你怎么选？你当着他的面你说，啊，你自己说。爸，咱们家可下了多大决心才走到这一步的？你可想好了？关律师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这事儿啊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关律师，那要是我们撤诉的话，那之前村里做的那些事儿，那还有个对错的评判吗？要是撤诉了，那就是私下和解，那就没有对错了。幸福，既然这个万书记都答应了，该赔的都赔，那我们也没啥损失了。那我们还告啥呀？就这样吧。你看咱农村人过日子，前想几步后想几步，法官也同意了，万书记也同意了。你看人家李公安跑来跑去，他太累着你了，就按李公安的来吧。不是，妈，咱们要是真撤诉了，那村里不会认为他有错，那反而没准就更觉得咱们真是拿地讹他们了，这事儿不对呀。错了不是在嘴上，书记已经答应了，要给咱们赔偿，这就说明咱们是对的，村里是错的。是，咱们一开始确实是想要个赔偿，但咱们也想要争一口气，得有个对错吧？那这事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了了？关律师，你觉得呢？
我是律师，我希望我的委托人满意。如果你们都决定要撤诉，我们还要再帮你们做一个和解协议。就这样吧，那个，就这样，皆大欢喜。哎，关律师，这事儿我真觉得对不住了。没事儿，挺正常的。只不过是通过诉讼解决的话，也许能够为你们争取更多利益。关律师啊，这村里的事儿啊，和你们城里也真是不一样。这小门小户的过日子，不吃亏就得了，占便宜不是啥好事。这怎么能叫占便宜呢？这是通过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。您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了，怎能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嗨，法无外乎情嘛，这乡里乡亲的，还是有情有义，要更好相处一些啊，是吧？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